新浪娱乐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霆，请大家给我5分钟的时间，让我再介绍一下自己。为了大局，我可以牺牲一切。我父子辈，最擅长的就是逆天改命，是你的。虽然我们改变不了世道，但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是我拍戏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大结局是我一直犹豫，就是有一种拍着拍着，突然间又生了一个大结局出来。本来就是2选1，我一直问导演跟三叔，真能这样演吗？真的可以这样吗？因为我们拍整个戏拍的挺长时间的嘛，那所以其实拍到可能2个月之后，他们说还有一个大结局想要。那我说可以吗？这样出来？但我拍完3个大结局之后，我会觉得这个是给到观众自己想，你们自己去选，你们喜欢哪个大结局？我觉得这是最尊重观众的，也是最尊重老粉，喜欢老九门这个 IP 的粉丝。那因为其实如果你要按照2个结局，其实离不开原著，就是感觉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大结局你肯定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在我们30集里面，你给到大家很多的空间，因为现在这个戏有很多人分享其实原著是这样写的，所以后面的结局应该是这样，大家会喜欢这样把这个结论推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是让你们意想不到的，起码让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对。所以是拍了3版结局，还是说过程中有犹豫，最后拍的那个结局很有想象的空间？现在还没播，我不知道有没有剪，因为其实这个戏在播的时候一直在剪的，因为我们后期量很大嘛，后期来不及做，所以其实我自己根本没有看过最终版的，但是我拍的时候有3个结局。最喜欢的就是我把那个星月沙放给整个长沙城的老百姓，重新建立他们的记忆。然后最喜欢的就是看到张启山老去，因为很多角色我都可以老，但是张启山感觉大家很喜欢张启山是不老的，但是里面那个结局是我老到已经是很老很老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放下了很多东西。所谓的放下，就是因为在张启山的角度来出发，这一次的九门就是他承担的，我觉得是比老九门承担的多很多。他所谓的备受误解也好，他要承担国家上面的一些责任。我看到张启山我会觉得这个传说没了，这个人已经不是神了，他没有光环了在里面。但他为什么选择要老？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版本的。有一个版本是说想跟尹星月一起老去嘛，另外一些版本是其实他觉得没意思了，因为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开，就是他还看着这个九门一个门一个门这样没了，其实他自己也不想这样活下去，所以他接受这个老，本来就100多岁，所以他放弃了这个长生不老。我觉得外界可能对他有点误解，是这个项目是10年了，但是中间他遇到很多的困难，投资方的信任能不能让你开机，或是有一些人会看完剧本觉得这个剧本太飞了，落地成本很高嘛，所以其实在这10年里面，我相信他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很相信他创作的速度，因为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凡人的思维来想东西的。就是九门这个戏，我们围读的时候问他很多的问题，或者是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现场带领你跳到另外一个思维的空间里面。我记得有一场戏，那场戏是说无限格式楼，他在写之后，他突然间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楼种出来？是在跟你们围堵的过程中，他自己又冒出来这样的想法。对，然后我们说什么叫种楼？他说就是好像一颗种子一样，你要无限的楼一直在循环。当时剧本是没有写这样的画面，就是他能想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只要他有灵感的话，他很快就能写好一个剧本。那你跟导演包括你这个创作团队脑力也是
是要足够好，能跟得上，能跟住他的那个思维。对，所以我们能好好配合三叔，去把他想象的剧本，我们落地来帮他实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组合这一次算是成功吧，缺了一方我觉得都不行。张子珊明明可以不这样。来，请。我不知道能不能公开剧本给你们看，因为你们看到剧本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哇，那导演跟演员其实应该加一分的。头5集我跟我经纪人都看了不下10遍，这三叔每一年会改一个，也有新版，但是基本上头5集都是一样的啊。后面不一样的，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头5集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从头5集又看。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经纪人，或者是现在这个彭青，就是这个戏的制片，说怎么拍啊？就每一次我看到都说能拍吗？能播吗？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疑问。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们用最大的努力能呈现给大家看的，大家都能看到了，已经会有。我们的焦虑不是创作上面的焦虑，是到后期直接是怀疑自己。我相信他也在怀疑老九门这个 IP 究竟是不是过时了，也会怀疑这种题材、这种戏，还有这个量级30集的东西，大家不爱了吗？是不是短视频上来，大家喜欢玩短视频，没有耐心去看我们这个戏呢？为什么大家都开不成了这个项目？会怀疑的。然后我自己的部分就是呢，怀疑大家是不是真的不相信张启山了，或者是陈伟霆来演张启山了。我听过有一个反馈，当时候是让我觉得有点极度怀疑自己的，就是我一直坚守着，我觉得我能演好张启山的，但是原来确实有人是这样想的。当然我也尊重大家的意见，只是他们会觉得因为我们去看这个剧本的是一般新的年轻人，跟10年前不一样，他们没看过老九门，他们不觉得那现在为什么非要陈伟霆来演，就是男排你要坚持什么？我会觉得我要接受现实，我都 OK 的，说实话我能接受的，因为不是我能选择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个人是有自己的遗憾在，但是可能有时候结果有可能就是这样。有可能的，对啊，所以我要感谢三叔，他是坚持下来的。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是我们证明到的，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喜爱这个角色，感觉我们是对的。就是这一次感觉，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身份上面来说，作为演员的陈伟霆来说，或者是大家抱着我们从开机到杀青那一天，其实也抱有一点疑惑，就是我们很拼来拍这个戏，但是出来行不行呢？大家还吃不吃这一套，或者喜不喜欢这样的组合？所以受到现在有一部分市场的认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但怎么可能说这个角色不是你演的呢？因为最开始老九门这个剧本，当时就说3个人几个人都打引号的复仇之作，说我们要创造这个老九门。包括其实，在创老九门的过程中，三叔也多次表示，可能这个角色很多设定感觉都是赵哥来写的。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其实所谓的复仇不复仇也好，这个已经是10年前的事，我们面对的是2026年的事。说实话，谁知道是复仇呢？不就是九门播了之后，大家扒出三叔以前说过的一些访问来说，对吗？那重要吗？不重要吧，一点都不重要，就是戏好看才是最重要。正好我想到一个插曲，就是在24年9月份优酷片单会上，当时是公布了九门这个项目就没有任何角色的海报，因为三叔自己会表示说，秋季片单会给了他很多的信息，因为他那个东西他会自己花钱宣传什么之类的，上了40多个热搜。他说了这些话是吗？他是说了这句话。他什么时候说了？最近说。他是忍不住了是吗？憋得慌了。憋了他 OK 他啊。因为那个秋山会反正给了他自己很多的信心，因为所以说他觉得这项目还是能成。我不知道哥还记不记得自己24年可能9月份，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热搜，那40几个热搜里面还有比如说类似于老九门2管我妈生张大佛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词条。有。那这个词条会不会在当下可能还没开始真正拍呢，但也给自己一些
鼓励？绝对有。如果我没有记错，三叔说的他一番操作，前一天我们是在吃饭的，我们都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还没定，我就只能每一次见面我就说 I'm ready， 我 OK 的，但是看命吧，就是如果到时候用到我就全力以赴，用不到我就希望你们一切顺利。然后当我看到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条的时候，我其实挺激动的，就是我觉得大家认了老九门的张启山是陈伟霆来演，是10年前的我，认了10年前的我。当然认不认10年后的我不知道，但他起码认了10年前的我。所以当我真的能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基本上我用了我100%的努力，只是因为毕竟是大家对于我的支持，我不想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如果我觉得没有之前这种词条的话，有可能我是9000分，还没有能到10000分。因为拍这个戏，我会觉得自己已经所有的疲倦啊，或者是精神上面的压力都不是事，就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超人一样。我的眼神是坚定的，拍了120天，每一天无论我多累，我都是顶着张启山这个能量，因为我可能是大家给予我这个能量，前期给到我一个足够的底气。我说好，你们这样对我，我要这样对你们，就是我要给到最好的给你们。那1000分就是在大结局大战宰良良那个，本来计划上面是2天到3天要拍完的一场，又打100多200个日本变种人，又要打宰良良，然后又打那个鸠山美世。因为我们的 schedule 已经超时了，我拍了2天之后，我就找于导，就是我们的武术指导，然后我们除了白山还有一个4元甲导演，也是很棒的导演。我说这个大决战有点不行，就是要更烈一点，然后3天变了7天多，不是按每天10几个小时啊，是每天20个小时来拍的。然后我觉得那1000分就是放了在那，那段时间刚好差不多杀青了，拍到尾巴了已经，其实大家都很累了，因为我有太多打戏了，就是那一坨戏是放在最后来拍的，就是那1000分顶在那。最后一口就说把它干得美美的，必须要把它干好。所以我觉得差别有可能那道气可能提前断气，就是大家给到我加油了，可能能多撑。24年的热搜。对，多撑了3天半。看来多上热搜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就是难道你说看到热搜说九门不需要陈伟霆？马上松懈，第2天开始吃饭，吃垃圾食物。干薯片了还。刚我们提到24年那个节点嘛，24年有海报那个节点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定就是你来演了，是吗？应该没有100%吧。我觉得看到大家对于张启山的认可，远超出我自己的预估，我觉得其他人更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加速了我们整个戏，无论是制作费也好，还有我们能请到白山也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大的加成。我记得我开机前3个月、4个月，我们见白山导演，我第一件事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的大结局版导演，我现场演一个给你看，你看你喜不喜欢？就演了一遍大决战那场戏。我的执着就是我之前一直想要弥补一些老九门没有实现的一些遗憾，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是我觉得老九门没有把穷奇表现出来，他只是尹星月帮他处理伤口的时候稍微出来一下。那其实大家都很希望穷奇是有什么作用，我作为老九门的粉丝，我也一直在疑惑这个问题。如果2我们不表，难道我们3来表吗？就跟他们说，我很想争取穷奇，你告诉我他能不能出来，或者是他能不能带给我一些力量，不然的话我觉得很虚。所以第2集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会跟吴老狗有一个洗浴的那场戏，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满足让大家首先要先看到穷奇，然后他预热或者是佛爷生气的时候，狗狗看到他那个穷奇会冒出来，这个是为了大决战来铺垫的。这个是你们一起共创的一些想法。共创的，
对，我说如果三叔你们觉得都没问题，给到空间表达那个穷奇的话，那我就练得更猛了。就是我在打戏上面，我跟武指会有不同的设计，他们会彩排完拍完之后让我看，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演过张启山，因为他们没有拍老九门一，他们有时候会问这个动作行不行啊？就是如果是张大佛爷，他会这样做吗？我的要求肯定是张启山不干的肯定不能干，张启山要干的我们就把他干到100分。但是有时候他们这个过程一开始还没有能 get 到张启山究竟应该怎么打，所以拍摄之前我就是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跟所有的武术指导的兄弟们我们在排练，然后他们给我一些招，我会演化别的招，我觉得张启山应该是这样打的。那结果1-2个星期之后，他们又出了一个排练的视频给我，他说伟霆你觉得这样？我说是，那是我们就拍了。我觉得很正常的，我们拍是100分来拍，但是能呈现给大家，我相信制片已经尽他们的能力，最大化的能呈现给大家看了。我记得你16年老九门，你当时在采访《问到遗憾》的时候，你说打戏没有呈现的很多，是你当时的遗憾。那在九门里面，你会觉得打戏的部分算是你的遗憾吗？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小遗憾吗？你记得16年自己说过这个话吗？对，打戏没有遗憾了，我已经满足了。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我记得湘西的那场戏也拍了不少，拍了5天了都，只是一场打。当时候整个组里都是流感很严重，我那个时候还发着高烧来拍的。这个不是卖惨，这个都不是重点，就是我感觉我在度过一些东西，渡劫。我觉得我能拿下张启山这个角色，首先我觉得演员要捆绑这个角色，要深度的捆绑。有时候我会想，那如果我不舒服，张启山会有不舒服的吗？他不会。那张启山会为了结果很在意这个结果吗？我觉得张启山也不会。在我看来，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些打戏都是对我一种磨练，就是那种我很享受当下。哪怕你全杀了，我也觉得爽，因为我度过了，就是这个点是我很爽的。还有这个点是因为我遇到一般很专业的武术指导。对，我更想说的是我的替身，我的戏里面是有替身的，我的替身他也是非常能打，就是我跟武指在设计那些动作的时候，他在旁边一直在学。其实后面时间很紧迫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家一直看那个格式楼很远的景，你会看到张启山在里面跑，然后一直飞，那个就是我的替身来。我已经没有时间把我分身到格式楼里面，因为我在跟旧山美智在那了。然后我很感动的是，我们在拍那个山洞里面的打日本人跟旧山美智的时候，我们拍得很累。都第5天的时候，那个武术指导说：“你看，那个哥们，你的替身在那边，那个动作你满意吗？”我说：“哇，一条我怎么做的这么远景？”我说：“还需要做这么高难度吗？”他说他自己要求。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看到伟霆哥自己这么拼，他觉得他这个职业，因为是他的专业，他觉得就算很远的景，他也要做这么高难度的动作，还是很认真的去燃烧自己。所以这个剧组还是一个蛮互相激励、互相卷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是的，因为他们会先把每一场打戏的片段会先发给我看，然后我知道整个流程有多少个动作。但现场拍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说：“好了，伟霆你可以收工了。”然后我就会冲到那个导演他们那个房间，我就问武术指导：“收工了？”他说：“是，你拍完了，很棒，今天你的动作很利落，很好。还有3个动作还没拍完哦，那3个动作呢？”他说：“不用了，替身来做。”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不想用替身，为什么替身？”他们说：“如果你自己来拍的话，可能要拍很久，你未必能做到。”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赌气，我说好，我今天就收工，今天我不耽误大家，替身来拍，反正我在格式楼这个景还没拆，然后我收工，你给人我
我为了我去练，如果我练到，你帮我补拍这个镜头，结果补拍了，但是出来了，剪的就是没有看得很清楚我的脸，但是我来做的。拍的那个是，我是格式楼上面看到一个黑影，然后我做了几个360的平身的转体，然后一条到地，然后抬头坠出去。我那时候看2秒钟就没了那个镜头，但是我很开心，就是我看到龙哥释小龙，他演老六嘛，然后那天宣传他看到他说可以啊，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真帅啊，张大佛爷。然后他的点是什么？他说你在那个格式楼那个壁上面打的那些分下来，我一看以为是替身，我再回看是你做的。他说牛，因为他也是专业的。对，就是可能就赌这口气。你们觉得我做不了，我要告诉你，其实我能做得了。对，你看了花絮了吧？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哎，但我说个非常不专业的话，就在你身材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不是也能通过一些化妆的画不了了手法去做？画不了了，整个形你怎么画出来？你的那个维度始终是人嘛，你要雕刻出来的嘛。本身我是一个很瘦的人，所以我要在那一年，我要把我自己的体重上去，我再减下来。那我减下来，剩下的肉可以变成肌肉，但那些肉是大的，所以我在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到九门的时候，因为我是自然健身，所以就是我一扑充血的时候，就好像没练一样，是真的。但是你极度自律，还有你每一个环节你计算得很清楚，你还是那几分钟在画面能大概出现一个这样的状态，不然的话还是那个重启，你不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应该有一个重启在身上，不然你愧对了那个重启了。有啊，但是这几天我停了，我觉得单更不行，很辛苦，我起码3集起步。我个人是觉得前面在格式楼部分有点长，是吧？我是觉得出楼之后会更好看啊，就之前。现在又下去了。但现在还好，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快到收尾的部分了嘛，就有很多解谜啊、反转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节奏很紧凑的。反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出楼。我也访问过我身边的人，有一些真的很直男的，我问他，我说你喜欢在地下还是地上？他说地下，他说最好不要上来。但是到第9集你们不上来了一下嘛？我看人家说哇，终于见到阳光了，你就会觉得大家在里面好像跟着你们一起闷了很久。我觉得各有喜好吧。但是我在围读的时候，我是提出过这个问题的。我提出的问题跟你一样，我说还没上来啊，会不会有点长啊？然后呢，但后来我看了整个剧本之后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地下就是解决一些阴谋，就是一些所谓的幻觉也好，记忆碎片也好，地上是解决人的问题，九门还有人与人信任的问题，就是那种情谊。那我觉得这个地下跟地上分得很明确的。我问身边的人，他们肯定会说：“哥，你巨帅，巨好看。”你很难从自己的耳朵里面听到一些比较非常客观或者很深入的一些分析。那所以其实现在我反而上网比较多。我最近很喜欢的就是看到有一个号是分析我们整个打戏，他用慢镜头来表达为什么每一招要这样出，然后大家才看得懂哦，原来你们是这样设计的，就是我们每一步你们都看得到的，不是看不到的。那其实我自己的体感是，只是希望整个剧组的所有人的付出是，不要说是成那个正比吧，就是起码有收获。我有翻了一下你的微博，就你16年有为老九门大概有发10来条微博，今年九门其实还没播完呢，你现在已经发了快30条微博了。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维度。但是其实也能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剧宣市场越来越不好做，越来越需要努力，还是怎么样？对我来说是好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好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要宣传比现在辛苦的也试过很多次。
以前放在心上很在意的作品，无论它成，也有很多不成的作品，也经历过迷茫或者失落，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这一次开心的是，我陪伴着这个剧本陪伴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跳出了演员的感受来处理这个项目。第一次你会看到三叔他们多不容易，10年了。然后刚才说的复仇之路，如果不是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因为三叔的复仇之路这个出圈这个梗才看，我也忘了以前我也跟他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所谓的复仇之路是为什么这个项目我这么在意呢？我是前4、5天才想起这个会议的，我忘了这个事情。他说的那个项目我也进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候我已经拍了定妆照，所有衣服都试了，造型做了，然后就住进那个宾馆里面。我等了10几天，我都没有自己的通稿。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我刚刚在楼下好像看到穿了你的戏服的人走到片场里。然后我就打给华哥林国华，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会有另外的演员穿了我的戏服？是我这个戏有2个角色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1天都没有出工了，我10几天了等了。然后他说在处理，那结果他也把自己处理掉了，就是他被开除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三叔也被限制了，不能到现场了。然后当然我更不用说了，我是没办法演这个角色了，我要打包走了。我很多年前我记得我做一个采访说过这个事情，可能这种是一个潜意识的问题，我自己都忘了这个事情。虽然我是天蝎座，但我的记忆力不好。这个是个还蛮大的事儿啊。但是当你拍《九门2》就是第2部的时候，你不会把这些事情因为都过去了，然后都放下了一个事情。但是我回看你刚才说为什么我这么用力去做宣传，其实这个不是自己刻意的用力，是因为我爱这个项目，可能它的根已经种在我的身体里面了，就是陪伴着自己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就是我只希望这个作品让更多人看到而已，可能是用这个解释会比较好。网友也是在问哥为什么感觉愿意为了这个角色一年一年的去等，甚至说给到档期，就对他感觉上是非常执着的。那背后的动因纯粹是因为可能三叔因为也表达过嘛，其实是照您的一个感觉去做的，有这样的责任跟压力在，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原因？其实你刚才算是解答这个问题。我算是解答了，因为为什么三叔找我，我会比较听他的话呢？就是他当年老九门找我，纯粹为了复仇。但是你要不要找我，很多选择，就是你复仇是你的事，你带着我一起复仇。他看到我，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当时我觉得伟霆也遭受了一些不太平等的一些对待，他觉得那伟霆我们一起出口气，所以我记仇反而不太好，但恩情是我记一辈子的人。所以这个项目是无论为了张启山，无论为了三叔，或者是为了自己，都会很努力的、很卖力的去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又是替子也是牢笼。为什么是替子呢？就是他作为演员本身，他让我升华，就是演到一个这么正直的一个角色。只是这10年，他某一个程度，当我太投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有一部分是跟着张启山学习怎么做人的。有时候我自己个人刚好有可能是也有这样的性格，就是做了事情或者受了委屈，我不太喜欢容易说出来的。我喜欢解决事情，还有比较乐观的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他是我的替子。如果在 commercialize 来说的话，那绝对是让更多人认识陈伟霆。那肯定是你拍戏不就是想更多人认识你，或者是你演的角色大家会喜欢吗？那牢笼是什么了？牢笼是我的牢笼，不是说它会困住我，只能局限在演张启山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演了老九门1的时候，我这10年我没有接过拍军装的戏，那这个牢笼是自己给自己的牢笼。我觉得军装就是应该给张启山，哪怕他不拍第2季、第3季，我也不会接别的戏去演一个军官、布防官这样的民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尊重这个角色的一个我自发的行为。这个是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在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重合了，进组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穿上那个戏服在镜头我看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我知道我超越了，这个是自己知道的事情。然后等戏播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播得不错，播得好，也是重合了。当我这段时间有审视自己的心情，我会发觉心情很不一样。我没有太大的对这种所谓的巅峰有太多的期许，或者是太多的期待迎合带给我什么，没有了这种感觉，真的没有。我每天在意的是不是有更多人看这个戏，反而我在意的是这个戏的热度播放量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来看，经常来欣赏我们这个戏。对于我自己个人本身，我没有太多的觉得我应该下一步，或者是我现在能干什么，我完全没有想法。反而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停下来慢慢欣赏这个戏，就是心态很不一样。以前都会突然间会觉得那我能干什么，我能接别的项目了吗？但现在我发觉我没有。我说实话，我发觉我现在很期待的是老八能不能接多点戏，小鱼、副官脱口罩了没有，对于那些新上来的演员有没有一个提升。但是现在我看到是有了。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是 PUA 他们，我就说你相信吧，行的，多辛苦口罩不要脱，就顶住，力争一点，反应做大一点，可爱一点，眼神怎么样。当然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只能听我的。但是我会在意的点反而现在是这样，你能不能看到除了张大佛爷的角色，他身边的人的那些状态，你们能看吗？我发现现在很开心是大家能看上去的。所以有一个传闻是这个吗？说八爷这次之所以能回归，也跟哥也说了2句。是，当然我没有话语权，我也连自保的能力也，你看他刚才说了，能不能可能能保八爷保不了自己。对，但是纯粹我先抛开个人的情感，是因为跟殷浩敏是从古剑奇谭一起熬过来的。所谓的熬，是我们可能到山路也要自己走上去拍一场戏，然后可能要等现场等很多个小时才拍到自己。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你一天不是主角你就得等。但我想说的，我跟他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看来，古剑成就了我可以从香港一个无名的人，可能房租都交不起的一个人，突然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但是在我看来，我很在意，就是跟我一起走过来的人，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改变？所以当老九门出来的时候，我身边的殷浩敏了，七条嘴，其实当时候他热度也很高，但我觉得没有现在高，没有九门高。那当然之前是因为一些剧情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把它彰显出来，他整个人的个性没有更突出。那这一次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希望他来，希望他也能改变一下命运。但是脱了那个圣人的光环，我还是一个不能自保的凡人。那我为什么一直想让他来？在戏剧上面，我觉得张大佛爷如果没有殷浩敏演的七八嘴，他就不是张大佛爷。这是我跟谁都这样说的。我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迟疑了，我不开心。就是那种化学反应，你不能排练出来。就是现场有很多剧本是这样，但是我们可以一个眼神会把它演成另外一个方向。那只有他跟我有这个化学的作用，我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佛爷能受大家的喜爱，也是因为八爷在旁边。因为我个人来说，我一直相信戏播出来不只是给粉丝看的，它是给所有人看的。如果没有所有人看，我的粉丝，不同人的粉丝肯定会支持我们。OK， 那肯定粉丝是离不开的。我也很清楚我的粉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群体。那如果一些误会产生了两方的粉丝或是三方的粉丝出来骂的话，我觉得我作为大哥哥的应该要先站出来说清楚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拍戏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个人角色的一些所谓的热度，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这个戏能顺利播，因为我自己个人来说，这个戏我跟了这么多年，它能否播出成功，有很多东西我们未必会跟大家说。那对我看来，肯定要护制，就是也希望大家去理解，只是为了拍戏而已，只是为了一个作品，我们服务的是观众。好不好你们来评论，我也没办法护制说你们一定要说这个戏好，我只是护制是让这个剧能顺利的给到观众面前。我个人还没松一口气的，我个人就是大结局还有我那个最后的大决战，因为现在这个访问还没播，大家看到的访问是明天播，我是我们这个时空的明天，大家看到了已经播完了，所以我还没有到大结局，我是还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我们铺垫这个戏就是为了最后3集，所以中间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长啊？那其实一切服务于最后3集，我不知道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演得不错。那你会怎么回答？当然了。新华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曾舜晞，在九门当中饰演吴老狗。我刚收到项目书的时候是在夜里的床上，就是我刚看到这个项目书的名字的时候，我心跳就漏了一拍。点开一看，演的是吴老狗，就是我曾经饰演过吴邪他的爷爷。就那一瞬间觉得，缘分这就到了嘛。看完剧本确实。前几集其实这个人物已经把我深深打动了，因为我觉得他很立体，很多面性，然后跟我以往所饰演的所有角色都不太一样，因为他很有棱角。其实一直以来我特别想寻找一些比较有棱角的角色。过了几天之后，刚好有一个聚会跟三叔约上了，然后就很顺其自然，就感觉像三叔说的一样，就一切都很顺理成章就往下推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命运中的选择吧。我也很感谢我在这个年纪遇到了吴老狗这个角色。其实吴老狗这个角色跟相对于吴邪来说，确实是2个个体，完全反差的。就是大家对于吴邪的认知，可能是一个对于所有事情非常有考究的，然后有自己想法的。但吴老狗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他第一面给人感觉会像是一个刺头。然后对于所有事情就是怼天怼地，只要让自己不爽，他一定会怼回去。他算是一个心思比较缜密的，总是以一个魂不吝的一个比较洒脱的形象去示人。像仙人掌，就外面裹满了刺，但是你会发现它有很多面，而且每一面都非常的动人。包括我现在饰演每一场戏的时候，我都会被他性格的每一面所打动。我觉得太好了，就吴老狗这人太好了，太招人喜欢。他是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所以他走到今天完完全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还有靠身边的狗友和朋友互相衬托，才有现在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他人物底色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吃过苦头，他知道什么事情是以前得不到的，所以他更加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但是他想要往上爬的原因，只是想让上面的人神仙知道一下他所有的声音，即便他面临的所有不甘的事情或者痛苦的事情，他的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他会想尽方法去让自己解决问题。这也是我觉得我欣赏他一点，我向他学习的一点。最相似的地方可能是出身吧，因为吴老狗确实是贫苦出身，从泥泞中爬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他自己去努力。那孙悟空也是一样，他从石头蹦出来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完成每一个成果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会像是他们对于不公的事情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像。就吴老狗见到不爽的事情就会怼，那孙悟空也是直接揍，直接胖揍。我还蛮喜欢这种状态的。首先，像九门这样的戏，它元素很多，它有冒险，有情感，有玄幻，还有少年，还有家国情怀的东西。其实它这部戏是涵盖了非常非常多元素的，所以它面向的群体是非常广的，它有很多面需要展示给大家。
所以就需要各个部门非常严谨的配合。我也真的很谢谢白山导演，因为我觉得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剧组的拍摄氛围非常的好，他都在现场用他非常洪亮的台词功底去给我们诉说，给我们去讲解，就那一瞬间会让你直接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然后白山导演对自己的镜头把控也非常的严格，然后你需要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完成什么样的表演，你有什么样的情绪需要在这里完成，我觉得白山导演是给了我非常大的空间的。那其次就是三叔，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画面，他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他都非常的精细，而且所有的配角或哪怕是副官，哪怕是任何一个小角色，他都有自己的人物故事，所以我觉得剧作上都非常的扎实。然后再到了演员合作之间，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完美。首先进组前，我需要前期跟小狗狗配合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默契，需要花大量时间跟三寸金建立一个非常默契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有长沙话，因为吴老狗是长沙人嘛，所以想要它更接地气一些，必须是有一些长沙土话会出现。所以拍戏过程当中，我一直跟我的朋友沟通，让他教我一些长沙话用到戏里头来。第三个就是还是老样子，对于体力跟自己脑力的一些训练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在炎热的夏天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基本功。然后第四个可能就是摸准吴老狗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也是在慢慢摸索当中会发现他很多发光点，然后去让他更极致一些。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也确实很心疼这只狗狗，在炎热夏天陪着我们度过了一整个夏天。要让它去快速的集中注意力去听你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了让它达到这个现场有这个要求，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来现场之前必须饿肚子。它只有保持饥饿感，可能才会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在你的手上的食物上。所以这对于它来说其实很难受。确实，它听准你的指令，这个戏才算成立嘛。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是一条一条又一条陪它再来。我觉得总体出来，我觉得现在让大家看到三吨丁这么可爱，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它确实值得。我觉得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因为在那个年代乱世之中，其实能吃上一口饭，能口温饱饭吃，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了。但吴老狗他这个人，他其实从来不喊口号，他就是在危难时刻愿意挺身而出，愿意去放下自己个人的矛盾，去面对共同的敌人。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欣赏他的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说，从来不去分具体的什么类型化或者是什么样的题材，而是我去饰演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演戏当中的经历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只有你阅历够了，年纪上去了，对于生活有更多的体验的时候，你在表演上才有更多的层次。从刚开始对于演戏完全没有把控力、没有控制力的时候，再到现在对于戏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确实在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去停止这样的步伐，因为它很有意思，它值得我去用更多的时间，哪怕是一生的时间去探究它。然后我也希望在将来能够饰演更大难度的、更有冲击力的形象给大家。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在这么强大一个 IP 底下，怎么能演出属于曾舜晞自己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是我每一次想要做到的事情，因为它很难，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中都有对这个角色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你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认可你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难的这事情。看剧本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属于你跟这个角色之间的共鸣的点。当你找到之后，可能一切都顺了。当你整部剧本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哦，你跟这角色其实开始融为一体了，开始有共同之处了。那一瞬间，可能就是观众会觉得，哎，你还是有点像这个角色的。其实到这个点的时候，观众有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因为很难得，观众会认可你这个角色。所以也希望接下来，也不管什么样的 IP， 我觉得只要我能
有信心去演好每个角色，我就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的。我觉得是一步一个脚印嘛，也没有说哪个节点是突然下幡然醒悟的，而是其实从当演员开始，我已经很坚定自己的想法了。就虽然我没有学过表演，没有上过专业的院校，但是我对表演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是用成千上万个镜头去锤炼自己的演技。那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往上爬，也希望可以在将来带多更多经典的角色给大家吧。其实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角色说话，就是你通过角色它本身的力量去带动给观众，告诉观众你想传达什么。对，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笃定吧。当下每一件事情我都是越来越清晰了，对于自己的目标来说，尤其现在临近30，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己的工作计划，就在这一年突然间就感觉茅塞顿开，就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去努力。就哪怕现在，工作机会也好，或者是各种因素也好，我觉得都没关系，只要自己心中有目标，有清晰的去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我倒没有什么想要去教别人说话，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一点吧，我永远没有在害怕自己犯错误，就是我觉得错误就该认了就改完就完了，就不必因为害怕错误而去不敢去做，我觉得这个是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就人永远是在不停的犯错，然后慢慢的成长，一步步的往上爬，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嘛。所以就希望所有可能比我年纪小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跟我同龄的人也好，就是有什么想法就是努力去做就好了，对，剩下的再说。